现场各位尊贵的来宾，接下来即将进入到本场晚宴的舞会环节。诚邀我们现场的各位贵宾携自己的舞伴一同进入舞池，并请我们今晚最大的赞助商花颜集团总裁顾西成先生为我们领舞，掌声有请。 喂，安安，哎，想我了？啊，我也想你了。米克小姐，不知是否有幸能邀请你跳第一支舞呢？顾总，顾总，您准备好了吗？您可以带您的舞伴跳第一支舞了。 不好意思，今天我的舞伴没有。我来了。的景德镇山水画白瓷瓶。那我们的这个拍品也是来自于我们山海集团捐赠的国宝级藏品。这件白瓷瓶出自于我们江南名家之手。我每次只会弹一天，
是山海集不疼了。于多年前花大价钱。那如果你疼的话，就立刻告诉我，我马上送你回家。此次呢，也是特意捐给我们的。是把狗抓过来杀呀！是希望将实在受不了，我要换座位。坐下。如果你不希望下半年的薪水上交的话，就给我乖乖坐。不公平！早知道把安安也拉来，他也是单身狗，要死一起死。可以举起您的号码牌，我们的拍卖正式开始。10万，15万，20万。来，我们20万，第一次，20万，第二次，20万，第3次。来，掌声送给这位朋友，恭喜您！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于慈善所做出的贡献，谢谢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入到今晚的第2件拍品。来，我们请看一下大屏幕。第2件拍品是来自于我们清乾隆的天然翡翠手镯。那我们的这个手镯呢，是我们合作多年的爱心人士于先生捐赠的。据说这只手镯采用了大师级手法打造，它的原材料采用的是羊脂白玉。羊脂白玉被称为白玉中至纯色白的极品，极为珍贵。37号20万。那等会儿，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东西，可以拍下来。42号36万，36万1次，我也可以拍。36万2次，当然可以36万只要你喜欢。感谢。好，感谢这位女士对慈善做出的贡献，也非常感谢这位女士钱的事情我负责，对我们这次慈善晚会的大力支持。喜欢，非常感谢。好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件拍品。接下来的这件拍品就更为出色了，它是来自于我们著名的化妆品公司花颜集团总裁顾惜成先生的亲情捐赠。来，我们请看大屏幕。天使之泪，怎么会是天使之泪？徐欣，怎么了？难怪我第一次遇见他会觉得很熟悉，原来是他。谢谢。这是我妈妈的项链，我把它放在家里梳妆台的抽屉里，一定是取项链的人拿错了，才会把妈妈的项链当成了拍品。这是外婆留下来的，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把它再拍回来。拍回来。接下来的这件拍品将由我们本次慈善拍卖会的发起人、主办人、才华横溢、刚刚归国的彩妆设计师南宫琉璃小姐亲自展示。感谢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我是本场慈善晚会的发起人南宫琉璃。谢谢大家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也感谢各位好朋友能因为同样的慈善重新相逢。现在我佩戴的这条项链，正是来自我曾经最好的朋友花颜集团总裁顾惜成先生。以前，他就帮助过我很多。今天，他也同样给了我巨大的支持。所以我希望这条项链能拍出最好的价格，来回馈顾先生最大的善意。谢谢。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南宫小姐。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竞拍吧。
我们南宫小姐颈上的这一条绝美的项链，起拍价是20万元。好，顾总，您的价格是28万。28万。好，还有吗？好，来，副总也举牌了，您出的价是多少？40万。40万，有没有价格更高的？傅博雅，能不能让让我们？这条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你如果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它拍下来。好，送给顾总，您出价多少？傅博雅60万。60万，非常的给力。还有吗？好，我们的副总又举牌了。100万。100万，100万，我们把掌声送给你现在看得好吗？应该是我。非常给力，100万。这条项链对你来说很重要，但你对我来说同样重要。180万。180万，太给力了。副总又举牌了，副总，您这次出的价格是200万。200万。200万，来，我们大家掌声响起，送给我们818号贵宾。来，888号，我们的副总您出价。280万。280万。280万，有没有价格更高的？280万，第一次；280万，第二次；280万，第三次。来，我们把掌声送给顾总，恭喜顾总！顾总以280万得到了我们这件拍品，恭喜顾总！西城，好久不见，感谢你对我慈善晚会的支持。这条项链，我把它拍下来，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一个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锦溪，上来。抱歉。这条项链，我想把它送给你。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陪我度过了很多难关。我希望以后的时光，我能陪你一起走下去。谁呀？这是华严集团的人？刚才看就进来。我听说呀，这是总裁的贴身秘书，但是说这秘书有这么亲密？顾西城，别动，你什么都不用管，眼睛看着我就好了。
西城，好久不见。刚刚你在所有人的面前拒绝了我，不会到了这里，你还是连和我握手都不肯吧？我记得你不是这样没有礼貌的人。你走太久了，不记得了吧？不好意思，我就是。没关系，我知道你还在生气，别人不懂你，我懂。不要在我面前自以为是。从你当初不告而别那天开始，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是吗？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么生气呢？是因为我讨厌有人在我面前自我感动。如果以后没什么必要的话，那么就不要再见了。我会回来的，西城。等我足够有资格站在你身边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来的。西城，我就知道你。傅博雅。怎么，看到我很失望？不是失望，是不该奢望。欢迎回来，老同学。别动，你什么都不用管，眼睛看着我就好了。啊，哎，怎么回事？刚刚司徒那家伙跟我说，你们把晚宴给炸了。这什么形容啊？哎，不过你和司徒倒是联系挺密切的啊。他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啊？再说你的事儿呢，别把话题扯我头上。哎，你快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就是出了一点小差错，差点把妈妈给我的项链给拍掉了。他花了280万把它拍回来了。什么？280万？能不能小点声？大姐，这是280万，不是280块。如果有男人肯为我做这么多事情，我绝对反手给他点个赞。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你身上穿的礼服、戴的珠宝、脚上穿的鞋子，全部都是顾西城买给你的。好像是的。我知道了，他喜欢你啊！你说什么？你是脑回路有问题，还是那根弦太长啊？他是花颜的顾总哎，为了你花了280万给你拍回条项链。哦，你出席晚宴，给你买的手工高定，你穿高跟鞋不舒服，人家买了几十双平底鞋送到你的面前。他这还不是宠你、喜欢你，这是什么？他奉献狂啊！不是，
不可能吧？哎呦，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我真是可怜我们的顾大总裁，怎么碰上了你这么个小笨蛋？你现在看的人应该是我。这条项链对你来说很重要，但你对我来说也同样重要。他喜欢我。这条项链是我从妈妈抽屉里拿的，你是王子，给你戴吧。我才不要呢！我不要演戏。为什么不要呢？大家一起演出，一起加油，一起做好朋友，不好吗？你看，你是王子，我是公主呢。和我们一起吧，我们都会是你永远的朋友。果然是你。我们曾经同他演出过一次，天天被老师叫小名，西西，好像是叫西西吧。原来你的大名叫贺锦熙。洗完妆了？面膜做了吗？护肤用了？公司的新产品好不好用？顾总，您是想给我推荐花颜的新产品吗？你想要哪个系列？我让司徒明天全都给你送过来。顾西城，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想说，不早了，该休息了。顾总，自从住进你家，我天天就睡那张沙发，睡得我腰酸背疼、腿抽筋的，就差贴一贴千通筋骨贴了。今天你能不能行行好，让我睡这张大床，可不可以嘛？
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你想睡床是吧？那这样，咱们猜拳，谁赢，谁睡床。肯定能赢你。先说好，3局2胜，不准耍赖。恐怕耍赖的人是你吧？石头剪刀布。你出马了，重来。石头剪刀布。3局2胜，再来。石头剪刀布。啊！包住了，包住了。最后一局。石头剪刀。石头剪刀布。啊！赢了，赢了，属于我了。原来只会出布，这个小傻瓜。顾西城，你睡了吗？还没呢。你在想什么呢？在想一些过去的事情。能和我分享吗？有时候，我也很怀念过去的时光，很简单，但却很快乐的日子。和安安做直播，跑代言，和公司自荐，虽然很辛苦，但却很快乐。那你现在不快乐吗？就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好复杂呀。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想要的东西，他不给你；你不想要的，他就回来了。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和你的偶树皮有关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告诉我，也许我能帮你呢。以后吧，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的。好，你答应我了，会告诉我的。我会陪你的，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你面对一切的。顾西城，好，那以后我们不要彼此隐瞒，要彼此信任。睡吧，做个好梦，梦里都是幸福。别告诉他，可眼神难说谎。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
话，也许失眠是心动的代价。你知道呀，我确实不会收拾。你听见没有？啥都没听见呀。咱们家西城该不会又被踢出来了吧？怎么会呀？昨天晚上我还听他们俩划拳赛大小呢。呀，估计啊，西城又输给西西了。哎，你那样听不着，对，用他听得清楚点儿。哦，去。哎呦！我灶上的粥好像开了。我也要一碗。我去盛。奶奶。我的重孙子就指望你了，西城，加油啊！哦。9点网络推广，10点财务汇总，11点半物流对接，下午2点行政汇报，有4名高级人才。4点半新品展示，晚上6点星空西餐厅，晚上9点代理分香洽谈。所以我一天24小时都为你们安排满了是吗？老大，不是我给你排的，是你秘书室给你排的。再说了，这么大的集团总裁，加个班怎么了？那是以前，现在我不想加班。啊？为什么？我懂了。金屋藏娇嘛，有句俗话说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呀。司徒叔，再说不敢说的话，罚你全勤奖金。顾西城，你也有今天。欢迎南宫小姐正式加入，久闻大名，您叫我 Miki 就好。以后请多关照。您太客气了，我带您去办公室。好。哎，我跟你说，是他超级厉害的，光是介绍履历和奖项就有1页纸啊！我是没想到他竟然一点架子都没有，真是女神啊！你快看。果然，先前一放松就是睡得很好。10点了，还有直播。哎呀，等一下安安打电话来又要骂我了。怎么了？谁动过我的办公室啊？这不挺整齐的吗？东西的朝向变了，还有，这谁放着的？我去调监控。是我。
怎么回事？这不好的预感。你怎么在这儿？怎么，顾总不欢迎我？什么意思啊？我今天入职，特别来向你报道。哦，行政今天说来几个新的高管，你是其中一个。对，我负责新产品的研发小组，是花园 HR 们请猎头公司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我从国外请回来的。怎么，顾总不希望看见我？南宫小姐多虑了，花园队有真才实学的人，求贤若渴。既然南宫小姐也是行政花了大力气挖过来的，当然是对花园有做出贡献的真实实力。欢迎你加入花园。你们先聊，我去忙。不用，司徒是公司的副总，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和他说。我找西城有点私事。啊，私事啊，那我就不方便在这儿待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合同，我得去看看。你们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要私自动我东西。还有，我工作时间不谈私事。西西，哎，你这是干嘛呢？这些东西要让他们来收拾，你怎么自己动手啊？奶奶看看，哟，没事的，奶奶，就一点小伤。什么伤也不行啊！西城要是看到你受伤了，他该心疼了。你别动啊，我去叫小梅。小梅，哎，小梅啊！奶奶他会心疼我吗？西城，工作场合叫我顾总，叫习惯了，有些难改口而已。顾总，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不完全是因为私事。这是我花了很多心思去设计的，去年还凭它拿了 QE 设计的金奖。QE 的含金量很高，恭喜你了。国内外很多公司都来接触我，都想买它的版权，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设计它的初心是想把它作为回国的礼物送给你。商业版权书也在里面，只要你签字，花园就可以拥有它全部版权。必须啊，得包紧点儿。奶奶，不用这么夸张的，就一点小伤。不行，你总弄那些化妆品什么的，会感染的。听奶奶的话，就这么包着，2天再解开啊。哦，对了，汤好了，小梅啊，给你和西城煲的汤
刚好你要出去，提上他带到西城的公司里去。听说西城啊最近忙坏了，给他补补。又是补汤啊！不，奶奶，我都不用补。别害怕啊，不是药酒什么的，就是炖了一只小乳鸽，还装了一些小点心，就当你和西城的晚餐啦。西城啊回来的晚，你俩就在公司里吃，增加感情嘛啊。好吧，那我直播完了就去。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没有必要。花园现在并不需要他，而且对我个人而言，并没有任何意义。你是因为还在怪我当年不辞而别，所以才不肯接受吧？那件事我可以解释，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现在的关系。不要在公司里面提不应该提的事情。我再提醒你一句，我现在不辞退你的原因，是因为行政花了很大力气把你挖过来，说明你在工作方面一定很有实力。我希望你以后把心思花在工作上，其他的事情不要想。把花带走。进来吧。你写的这个方案可执行，就按这个做吧。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在包装材料上，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来，我对材料这块一直不是很敏感。自从上大学就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交设计作业，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组合材料，急得直哭。还是你熬了几个大夜，帮我去找合适的材料。在公司里面就不要提此事了。老板，你的总裁特助入职了，我给你带来了。贺小姐要做总裁特助，还真是令人意外。国外知名的彩妆师南宫小姐都愿意屈就花颜集团，我为什么不可以来帮顾总呢？再说西城对我有恩，还替我拍回了最喜欢的那条项链呢。不就是一条小小的项链，我还没谢谢贺小姐和顾总对我慈善晚宴的支持呢。不谢不谢，顾总是为了慈善受益的小朋友，又不是为了南宫小姐。那既然顾总这里还有的忙，我就先走了。工作我会按时做完，再拿过来向顾总汇报。好。哎呀，这总裁办公室的空调风就是大呀，这醋味酸的我都倒牙了。滚！好嘞。偷听罚你加班啊。你顾总，以后我们就要24小时
贴身在一起啦。你不要嫌弃我哦，做任何事我都会陪你的。贺锦熙，你今天吃错什么东西了吗？没有啊，我就是下定决心要好好帮助顾总完成工作呀。哦，我的办公桌在那边是吧 ？OK， 一切我都会自己搞定的。做任何事情我都会陪你的。抓住他的心，再把他抛弃，蹂躏他，虐身又虐心，保证让他为你死去活来，死心塌地。我要出去见个客户，你要陪我去吗？顾总，您的车坏了。坏了。对，这边是商区，网约车呢已经排到了800多号，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坐公交。公交？我们公司附近正好有经过对方公司的公交车，现在坐公交很快就能到，绝对不迟到。顾总，您不会是没坐过公交吧？怎么可能？那就是害怕挤公交把西装挤坏了。走。总裁都没有乘车码的吗？我从来不坐公交车。你是在跟我炫耀吗？但我可以为了某些人做一些尝试。是吧？忘了。
不用弄了，很帅。这领带松了，早知道打车过来了。哪里松了？我来帮你。承认了吧，我就是还会忍不住牵挂。别告诉他，可眼神难说谎。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顾总小心！顾总，还好吗？你觉得我还好吗？哇哦，我觉得这套更帅，比刚才那套更好看呢。一共8.6万，我会让财务寄到你工资卡上的。顾总，我觉得3600那套更好看，我们还是回去换吧。走。知道了，走了。顾总，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呢，是根据贵公司的一个产品特性以及它的亮点，对整个花颜产品包装做了全新的改革。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天气在搞怪，为什么每次遇见你都会莫名愉快，赶走阴霾？我学着习惯，隐藏起对你的喜欢，可是你忽然的转身，就掀起波澜。这幸福一遍一遍跟着陆总行。孙总，这次的策划案非常满意，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能让顾总满意，那才是我们的荣幸。合作愉快。失陪一下。喂，老大，你们那边完事儿了吗？我正在路上了，我现在去接你们。颜色也特别好，和以往都有很大的改变。不用了。都怪你不叫醒我，错过末班车了吧？无所谓啊，随便走走也挺好的，挺舒服的。顾西城，你这个人也太奇怪了吧？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你超凶的，但有的时候又觉得你还挺好的。比如咱们第一次见面，你就开车救了我；再比如我的项链，你花大价钱替我买回来。但有的时候在公司，我觉得你那些职员们都超怕你的。在公司里面我是老板，当然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其实男人有时候一辈子只会把温柔给唯一的那个女人。谁啊？你觉得呢？小伙子，买一枝花送给女朋友吧。哦，我们不是，来一支吧。好，谢谢。2支，谢谢啊。谢谢。给。好，谢谢。
不用了，花都给我吧，我扫码。哦，谢谢谢谢。好了，谢谢。谢谢啊。嗯，给我啊。这里还有别人吗？那我就收下了，谢谢。今天怎么来公司了？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忙吗？才没有呢。奶奶让我来送汤。汤？什么汤？不会是乌鸡汤吧？还加了冬虫夏草、阿胶的超级补汤。骗你的啦，就是梅姨做了一桌普通的饭菜，怕你太忙没时间吃晚饭，所以特地让我给你拿过来的。你陪我一起吃。我倒是想陪你吃，但是最近我在减肥。好吧，那我自己吃吧。哎，我早就想尝尝梅姨烧的乳鸽汤了，听说特别好吃。行了，一起吧。怎么了？我只带了一个勺子，我的勺子。没关系，你的就你的吧，我们一起用。西城，你怎么还没下班？我刚进花研，想用最少的时间，最多的了解公司，也是为后续的产品研发做最万全的准备。这位是慈善晚宴的发起人吧？他怎么会在这儿？原来西城还没有向你介绍过我。我跟西城可是很熟悉的老朋友。他今天刚入花研，我还没来得及。顾总，我还有非常重要的研发问题想要请教。等你吃完饭后，我可以再过来吗？来，顾总，我吃不下了，您慢慢享用吧。哎，西西，西西，你可回来了。奶奶，您怎么还没休息啊？让这个小子给气到了，还能睡得着啊？你看看吧。怎么了？我看看。你看，从事就有。你说这小子啊，他突然招个女生进公司，也不和你商量一下，还让那个新闻乱写。奶奶，这些都是小道消息，我都不在意的。你不在意，奶奶在意。这个南宫琉璃呀，他是来者不善，冲着西城来的。西西，你是西城身边的女人，你不能纵容他们在公司里面天天眉来眼去的。哎，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现在不能只是在家里待着了，你去花园上班。啊，我就是你。明天呢，我就安排人把你呢放在西城的旁边，你给我看着西城，绝不能让他人钻了你们感情的空子。就这么定了。怎么突然想到找我出来喝酒啊？以前我们在国外不是经常一块喝酒吗？怎么，回国就不适应了？对了，我看西城跟那位贺锦熙小姐好像关系不太一般啊。西城之前从来没有过特助或者秘书，他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其实贺锦熙就是顾西城的未婚妻，只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开，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奶奶就一直催西城找女朋友，没想到最后进了顾家的是他。南宫，未婚妻，但还没结婚，所以我还有机会。你果然还是不愿意放弃顾西城。怎么可能放弃呢？不呀，我看你跟那位贺小姐好像关系也挺熟络的，你们是朋友？对，我们是朋友。那你们认识时间也不久，这么快就能成为朋友，你们真的很投缘啊！顾总，这是我在网上学的新配方，尝尝看。怎么样？味道不错。顾总，正好贺小姐也在。顾总，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我听说贺小姐业余时间也在做美妆博主，还跟花园有合作，成绩还十分不错。您过奖了。你给顾总当助理实在是屈才了，正好我研发部缺人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帮帮我？研发部，那不是花研最核心的部门吗？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我看还是算了吧。突然想把我调走，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如果我过去他身边，反而能更清楚的知道他的目的，也能更好的反击他。我想去。南宫那里是非常重要的部门，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没有你想那么简单。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但如果能跟着南宫总监一起学习，我想应该能学到不少。
那 HR 那边 HR 那边我亲自写调函过去。西城，你有工作需要跟贺小姐交接的吗？工作倒是没有，就是乐趣少了许多。我随时可以过去。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带你办手续。好。就这么做了。进。南宫总监，我的设计草图做好了，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提点意见？这么快啊？市场要求已经交给生产部了。按您的要求，4点前已经交了。行，我看看。很好，我很喜欢。这是我第一次做设计，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没关系，已经很好了，只是需要再微调一下。这样吧，你留下来，我跟你一起修改，这样明天就可以上会了。南宫在工作中还挺认真，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好，谢谢南宫总监。好，坐吧。以上就是研发部南宫琉璃总监设计的外包装方案。新进研发小组果然厉害啊，4套设计都很漂亮。谢谢，尤其是这套猫眼灵珠的设计更是突破，除了成熟的技法，还融合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和我们公司新系列产品非常契合。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是的，顾总，这4套设计都是我的灵感创意。我带着整个研发部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南宫总监，你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猫眼灵珠是我的设计？锦溪，你觉得我是故意不说的吗？我的意思是，这个灵感本来就是我提出的。你要这么想，就太让我难过了。这里面每套方案都有我们研发部每一个人的心血。如果我单独提你，你让别人怎么想？而且，这套方案不仅仅是你的想法，也有我的付出，对吗？我知道你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兴趣，所以让你试试。现在作品得到了西城的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谁付出就应该有谁的名字，我想所有人都一样，
想要一个公平。锦溪，你可能没有在这么大的团队里工作过，不是随便调个色、做做美工、修改几个字就叫工作的，还是说你觉得你是总裁特助，或者你和总裁关系亲近，我就应该多照顾你一些？我什么时候和他亲近了？顾总，顾总别误会，锦溪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去；如果不是，我不太希望有员工在公司里面谈私事。我不是在说个人私事，我只是想证明灵珠设计是……好了，我还有电话会议要开，回你们自己部门。看到了，设计是谁做的重要吗？总裁是不会关心的。南宫总监，我下午可以请个假吗？请假？肝疼假。西西，还好吗？我没事儿。真难受的话，就别忍着。我带了纸巾。我真没事儿。每个人都会有难受的时候，这很正常。不过，你难过是因为顾西城吗？算了，我不问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不公平，还是因为他。不公平？工作上的事情，我能自己处理。这样吧，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玩的地方？进。顾总，我这里有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下班时间早就过了，花宴不提倡加班，早点回去。其实我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说。我发现了一家非常有个性的餐厅，关于细节上的填充，它给了我很多灵感，所以我订好了位子，想请你跟我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你一定能明白我想表达的东西。我现在习惯回家吃饭。可是，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刚刚在忙，没有听到。说实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说的就是实话。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贺锦熙，你再拿我去接你。我也有自己的个人私事，抱歉，顾总，你管不着。喂，喂。贺小姐怎么了？她没事吧？你刚才说的那家餐厅在哪儿？离公司有点距离，我回办公室拿包，一会儿见。没事吧？懒得理他，真是昏君，真是昏君。你笑什么？
没事啊，别生气了，走，请你吃饭。说好我请你的，走。南宫，你跟贺小姐在一起吗？她还好吗？我听说她心情不好，你跟她出去了？她没事，你放心吧。但愿吧。博雅，你要知道，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好吃的就好了。你要不要带贺小姐去吃点好吃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正好我们打算去吃晚餐，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吗？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知道一家餐厅，气氛和菜品都是一流的，地址我发你。唉，吃啥呀？选餐厅也太难了。正好，朋友推荐了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想不想去试试？可以啊。安全带。谢谢。帮我铺一下餐巾吧。好，那先这样。谢谢西城。你听我说，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贺锦熙，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你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啊！你至少把睡衣给我吧。奶奶，你活该！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哼，哼，奶奶，真不是你想的那样。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些方案的细节补充，谢谢大家。从今天开始，为了提高研发部的员工创造积极性，我会增设创意评核机制，分别明确分工，确保每一个员工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据我所知，核心创意来源于贺锦熙。南宫总监带领团队有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么大的成绩，实属难得。顾总过奖了，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你今天怎么了？你之前开会可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事关公司，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再让他不痛快。是因为公司吗？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怎么，准备认错啦？怎么可能？哎呦，反应这么大，心里一定有鬼吧？你那个朋友该跟老板娘道歉了吧？需不需要我帮帮忙啊？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据我所知，核心创意来源于贺锦熙。西城，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进。有什么事直接说。西城，你知道，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时光。这里是公司，我不想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私事，那么请你出去，把门带上。什么意思？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身为研发部总监，在工作会议上被指出重大失误，我没有脸再继续带领团队，更没有资格再站在你的面前。我觉得我理应辞职。你说的是真的吗？南宫总监真的打印了辞职信啊？为什么呀？该不会真的是因为那个贺锦熙吧？就是因为他。开会的时候，顾总居然说设计全部都是贺锦熙做的，那总监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啊？再说了，以咱们总监的工作级别，被逼到这份上，真的是委屈死了。那个设计不会真的是贺锦熙做的吧？有区别吗？他也是咱们研发组的一员呢。总监署名有错吗？也就那个人，平时和顾总关系好，想把总监给气走。那你说他不会真的和顾总有什么特殊关系吧？真是没完没了，谁和他关系好，谁又凭他关系欺负别人了？明明是南宫侵占了我的工作成果，反而怪起我来了。我并没有否定你的工作能力，只是给你指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作为领导，你不应该把团员的辛苦抹掉。一个团队的成功，领导的能力和认知是非常重要的。顾总说的对，所以我非常愧疚，请你允许我辞职。我已经改到第2遍了，他还是说不太对，你帮我看看吧。行。老大那边有情况，速来相要。好，可以。西城，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让我离开吗？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我没有逼你。南宫，你知道你今天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吗？作为员工，你可以对你的上司不满，但绝对不能用逼宫的手段来逼迫你的老板。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你也一样。您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我已经被人替代了，是吗？被贺锦熙？我说过了，我知道是我错了，当年我不该离开，不该不告而别，不该选择放弃你，不然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依然是我，不会还有什么贺锦熙了。够了，这里是我的办公室，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如果你不走，我走。西城，怎么了？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我会走的，我会消失的，就当我死了。这是什么？没什么，只是一些营养品、营养药。这是精神类的处方用药。你怎么会是这个？其实这些年，我状态一直不太好，吃不下也睡不好。医生说我已经重度抑郁了。抑郁症？来，起来。西城，不要这样。完了完了，这老板娘要是来了，那不全完蛋了吗？不行不行，打电话。哎，对，老板娘等一下，我刚才看错了，老板不在里面，老板在那边。哎，完了完了完了，全完蛋了。有口红吗？嗯，花颜不是最大的化妆品公司，你是副总，怎么连口红都没有？口红要多少有多少。老板娘，什么色号？丽艳红唇号。顾西城，西西，这幸福一点一点跟着海风吹来，一层一层好像浪花展开，好险我就要对你告白。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天气在搞怪，为什么每次遇见你？哎，小飞，我们去那个餐厅吃落日大餐吧，怎么样？我不去，今晚可是超级月亮啊！哎，你不约男朋友一块去看啊？红月很神奇的哦。神奇？据说月亮呢越靠近地球，磁力就越大，磁力呢又影响人，说不定今晚你男朋友看到你貌美如花，就对你死心塌地了呢。什么死心塌地？明明就是会让人情绪不稳，吵个不停。这个顾西城，陆安安，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啊？你怎么样了？和司徒什么情况？谢谢，您快点来救我！你又发个定位给我，我现在马上过来。陆安安，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呀？哎呀，该不会真喝醉倒哪儿了吧？什么？是不是别人给女朋友准备的惊喜现场吧？我是不是走错了？还是先去找安安吧。西西，看那一场盛大的烟火从星空划过，映入你的眼中更璀璨。你有种特别魔力，总让我心乱，也让好多时刻变得不平凡。收集点点滴滴的喜欢，装进糖果罐，等到那天分给你一半。好心情与你有关，坏天气与你有关，我的世界阴晴跟着你变换。白日梦与你有关，失眠也与你有关，你是谜题唯一的答案。顾总，方案做好了，我来。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顾西城，你搞什么啊？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忽略了你的感受，因为南宫的到来，我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我忘了你其实一直在做代言主播，对于职场上的关系处理并不是很擅长。我不应该指责你，你需要时间去学习，而我是最应该给你时间的人。我也忽略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虽然我们因为合约而相遇，但无论在顾家还是在公司，你都帮我度过了很多难关。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你惹我那么生气，几盏星星灯，一束花，就想让我原谅你？我不。那这样呢？这些气球都是给你剪的，只要你把它们剪断、放飞，你的不开心、不快乐、生气、愤怒都会被他们统统带走。别告诉他，可眼神难说谎。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吗？也许失眠是心动的代价。你知道呀，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种一朵花，等它慢慢发芽。明明要出发，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人海中穿行，只有你的身影。You are my dream。怎么样？你的不开心飞走了吗？只差一句你也没有，我还生气呢。那就继续。你知道呀，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种一朵花，等它慢慢发芽。明明要出发，却又放不下，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贺锦熙，这是白色月光设计材料的资料，你下午去一趟郊区的材料工厂，和他们对一下用料数据。我去对用料数据啊？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你身为研发部的一员，让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有什么不满意的吗？怎么还没到啊？这是回城的路吗？您稍安勿躁，我不会伤害您的。等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就立马送你回去。这是要开去哪儿啊？给我停车！给我停车！危险！危险！救我！救我！救我！你别跑！要干什么？我也是拿钱办事儿，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司铎，司铎，西西出事了，快去找顾西城，我们去救他。哦，好。起开！你现在不能进去，有事吗？起开，别逼我揍你啊！老板娘出事了，你负得了责任吗？西西出事了，老大，出事了，老板娘出事了。老板娘给安安打电话说被一个陌生司机带到了远郊，然后他跑了出来，然后哎呀，反正很危险，你赶紧去啊！西城，你别去！南宫，又是你安排的吗？是我，都是我，全部都是我。西西接电话呀，快接电话呀！西西，是我。西城，你在哪儿？安不安全？快把定位发给我，我马上去接你。西城，我好害怕，我不知道我在哪儿。西城，西西，你别怕，定位我收到了，我2分钟就会到，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别让他看见，你知道吗？西西，我会来的，我一定会来的。原来你在这儿！喂，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西西。别跑！回来！回来！
出来啊！我看见你了，原来你在这儿啊！出来啊！我看到你了。你在哪儿呢？原来你在这儿啊！住手！我只是，如果你再敢上前一步，我让你下半辈子吃足牢饭。司徒，站住！承认了吧，我就是还会忍不住牵挂。别告诉他，可眼神难说谎。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吗？也许失眠是心动的代价。你知道呀，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种一朵花，等它慢慢发芽。明年要出发，却又放你没事吧？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人海中穿行，只有你的声音。顾西城，你睡了吗？还没呢。怎么了？我有点睡不着。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吗？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有点害怕。没事，我陪着你。睡吧。
睡吧，晚安。谢谢你在。来啊！你没事吧？哥哥，小笨蛋。西城，你回来了。你为什么要碰那个盒子？好，你别误会，我不是故意要动你东西的，我是在找打火机，看到了这个盒子，我以为里面有。出去！西城，我让你出去！顾西城，顾西城，西城，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的。我不需要别人帮。可我不是别人啊。这些照片就是你偶数癖的原因，是吗？照片里的那个男孩是你的哥哥，对吗？这和你没关系，把东西放回去。顾西城，你不要再退回去了。既然我已经看到了，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我们不是说好要彼此照顾的吗？我可以帮你的呀。我不需要。这些事情已经扛在我背上整整20年了。我宁愿每天受尽他们的煎熬，我不希望任何人跑过来跟我说：“你把伤口揭开吧，我可以给你承担。”我不需要，我自己可以，完全不需要别人帮我。胡说！如果你真的可以一个人承担，那家里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顾西城，偶数癖已经成为你生理的巨大负担，你再背下去你会垮掉的。那就让它垮掉，死了就好了。西城，你不是想知道他的事吗？好，我告诉你，他是我哥，是整个顾家上上下下都捧在掌心，最聪明、最疼爱的大儿子顾南征。本来他才是顾家的一切，华研集团唯一的继承人是我，是
是我在他7岁那年，害他遭遇意外车祸。是我眼睁睁的看着他在医院躺了7天，整整7天，最后，学长，是我毁了顾家的一切，是我害得妈妈抑郁症爆发，爸爸只能陪他远走，是我害奶奶病痛缠身，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是我害死了我哥，是我毁了顾家的一切。这答案满意了吧？满意了吧？喂，顾西城，我现在不去找你算账，是我对你最后的宽容。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这么恶劣的天气，为什么西西一个人在外边？你不会连台风天在海边有多危险这种常识都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如果西西有个3长2短，我不会放过你的。什么？你们俩到底怎么了？他为什么会情绪低落，一个人来海边？喂，顾西城。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这次不在特定交流，不参与后。西城，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给彼此说话的时间，给彼此解释的机会，不要吵架，不要转身就走。承认了吧，我就是还会忍不住牵挂，也告诉他，可眼神难说谎。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吗？也许失眠是心动的代价，你知道呀，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种一朵花，等它慢慢发芽。明明要出发，却又放不下，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人海中穿行，只有你的身影。You are my dream， 走到这里，只差一句你也愿意。对不起，刚才在家里面，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我也不好，不应该随便翻你的东西，更不应该试图揭开你的伤疤。
你说的对，这件事情已经发生20年了，我也把它扛在肩上，扛了整整20年。如果我不把它抛开放下的话，总有一天我会被压垮的。在没遇到你之前，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生活的。家里的那些药，都是我撑不下去的证明。我永远放不下我心里面的结。我没有办法面对哥哥因为我而离世，我更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整个顾家因为我而毁掉。不是的，没有人责怪你，没有人要你扛责任。那是个意外，6岁的你也控制不了那个意外啊。可是哥哥他真的走了，从此家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什么都是我一个。一双筷子，一个杯子，一件衣服，一双鞋，一个我。你还有奶奶，你还有我。西西，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吗？我们之间有太多阻碍了，我们……西西，我不在乎我们之间有多少阻碍，不管是南宫琉璃，还是傅博阳，还是我们的过去，我的偶数品，都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西西，我喜欢你，比你想象中的，比我预料当中的还要更喜欢。我只希望你留在我身边就好了。西西，顾倾城。我承认，我来花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工作，我就是为你而来的。我愿意用我的一切能力为你付出，帮你把花颜做大做强。但是你为什么要推开我呢，西城？我们没有可能的。为什么？当年
你已经做好了选择。我知道，你跟奶奶要了一笔钱。你竟然知道？从你走的那天我就知道了。南宫，我原先和大家一样，对社团唯一的女生特别的关照，但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西城，当年我……如果当年在大学天文社里面，我对你只是朋友，那么从你跟奶奶要了钱开始，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贪图奶奶的钱。当年我……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让自己过得更好，很多人都会这么选的，这并没有错。只不过既然自己选择了，自己就要承担后果。今天的你，今天公司的选择，就是你的后果。南宫，南宫，南宫。干杯！哎，你今天怎么啦？状态不对啊？我就是心里不舒服，就是觉得很不安宁。甜蜜过后开始纠结了，对吧？我就知道，等贺锦熙回来你要怎么办？你是要去跟顾西城摊牌，还是跟贺锦熙谈判？你那个姐姐可不是好惹的角色，你不想见阿姨了？啊，你别再说了，难道我不知道这些吗？但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喜欢上他了。服务员，再来杯酒。那边有2位小姐，我想请她们喝稍微高浓度一点的酒。他们的消费，我来买单。好了，去吧。我觉得吧，你那个不省油的姐姐，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你们2个真的会在一起。但是感情这个东西呢，也控制不住自己，对吧？我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哎呀，我是真的很喜欢他。谢谢。哎，西西，你慢点喝。哎，西西，喝醉了之后呢，睡一觉，明天就把不开心的全忘了。顾西城，你不要再招惹我了。你好，小姐。您的朋友在后面等您。我的？对。谁啊？
西西，你乖乖的，我去就回啊，马上就接你回家啊。拜拜。别喝了啊。西西，西西，你还好吗？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啊。西西，你喝多了，我扶你起来吧。来，来。不要碰我！西西，对不起，对不起。是你放开我！何小姐，何小姐，赵培仁那位男性是谁啊？和您认识多久了？何小姐，不是，我没有，别怕，行了，可别怕，我没有。现在是什么状态啊？我听人说，不许说的事情爆发后，好像你鼻子里看的是真的吗？我们是明天杂志的，我没有，跟您进行说谎吗？不是的，你说两句吧，何小姐，跟我们说两句，说两句吧。何小姐，说两句吧。何小姐，西西，走。哎，这人是谁啊？哎，何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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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我解释一下吧，何小姐。哎呀，何小姐，何小姐，不要怕了，何小姐，走开，走开，何小姐，何小姐，你说两句吧，何小姐，何小姐，何小姐。想好多少？我觉得他想的好像更妥帖一些，然后整体都是一个流程啊，弄成个细致啊，你觉得呢？选这个。我再想想啊。他倒是也有优这里交给你了。各位，我还有一件私事要处理，咱们晚上见。好的，顾总。傅白，你在说什么？这一切都是你做的，为什么？为了南宫。南宫琉璃，他是我深爱的人。来，给我来动！Go！ Hello. Are you Chinese? 你坚持一下，你别睡。别怕，我先给你叫救护车。Hello, someone was hurt. I'm on the 5th Street. Get a move on. Get a move on. 你别睡，坚持一下。你跟我说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在国外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我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直到南宫出现的那一刻起，我灰暗的人生中，终于出现了一束光。我爱上了他。虽然我知道，在他内心深处，同样铭刻着一个重要的人，但没关系，只要能陪在他身边，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我明白了。
我希望他开心，希望他能得到幸福，哪怕到最后陪在他身边的人不是我都没关系。我的命是他的，要我怎么偿还都不过分。当他知道顾西城有女朋友之后，十分痛苦。我看他痛苦的样子，我的内心像针扎一样，像刀剐一样，我比他还要难受。所以，我决定破坏顾西城和他女朋友之间的感情。你还是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傅博雅吗？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所以，我处心积虑的想要接近顾西城的女朋友，甚至开着车在你家附近徘徊，就是为了想办法和顾西城的女朋友建立联系。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再聊一下吧。放开！我和你没有话好说。放开！谢谢，你不要忘记了。你还有一个重大的秘密。放开！傅博雅，顾西城，不要！顾西城，傅博雅，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你再缠着七夕，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顾西城，我求你不要！这笔账咱们没完，我会跟你慢慢算的。南宫小姐，你男朋友托我们交给你一封信。博雅，那好，快点！不是等车。顾总来了，顾总，哎，顾总来了，顾总来了，顾总，这件事情你怎么看？顾总，您和何锦熙的关系是真的吗？顾总，你说一下吧。顾总，看一下西西，你说一下吧，顾总。啊，你怎么也在这儿？网上直播都出来了。在这里，顾总，您说两句。这边，顾总，这边，顾总，网上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说一下吧，顾总，顾总，请你回应一下。顾总，别走啊，顾总，回应一下吧，顾总，你回应一下，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真的吗？顾总，关系是不是真的？顾总，这件事你怎么看？顾总，你看一下吧。你是不是要做个澄清的？顾总，您就说两句。请大家保持镇定，你们想知道的答案，我会一一告诉你们。关于我未婚妻出轨的绯闻是假的，他和照片中的傅先生只不过是普通朋友。我和我的未婚妻感情一直非常稳定。作为花颜集团的总裁，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们承诺，这样捏造的新闻是不会影响我们新产品的上市，更不会影响
集团股票的波动。这轻飘飘的几句话，让大家怎么信你啊？你有证据吗？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捏造。怎么回事啊？你想说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顾总凭什么说我和西西之间的感情是捏造的？你能详细说说吗？具体说一下吧。照片中的另外一方是我，你们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应该采访我吗？那你说一下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说说吧，怎么回事啊？知道对啊，你跟我们说两句吧。就像大家所想的那样，我和顾总的未婚妻之间，就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关系。贺锦熙小姐喜欢的人是我，绝对不是花颜集团的总裁顾西城先生。傅博雅，你在这待着，交给我就好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还要说，贺锦熙利用花颜集团总裁未婚妻的身份，抢走了属于花颜集团研发部南宫琉璃小姐的一切。她所有的设计，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抄袭的，都是假的。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吗？怎么会这样的事啊？你知道什么证据吗？你能详细说一下吗？说完了吗？司徒。这是事发当天，我未婚妻在酒吧的监控视频画面。画面里非常清晰地显示了，她和她的闺蜜在点酒的时候，有人偷换了她们的酒。在她喝醉之后，调走了她的闺蜜，在她并不清醒的情况下，设计偷拍了她和这位傅先生。还有，这是几周前南宫琉璃和私家车司机见面的画面。南宫琉璃因为个人恩怨，设计把我的未婚妻骗到郊区，差一点让她出现了生命危险。我拿到这些证据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把它公开，但是我的容忍和退让，并不表示你可以步步紧逼，伤害我爱的人。傅博雅，你和南宫琉璃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从现在开始，他不再是花颜集团的人。这些证据，我会交给我的律师，该你们负的责，我会让你们一一负责到底。抱歉，这是真的吗？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你刚才还在台上指责顾总呢。对，你解释一下吧，你有什么证据吧？解释一下吧。你刚才在那上面说，回应一下吧。你解释一下吧，傅先生，解释一下吧，说一下吧。假的，这些都是假的，这些素材全部都是合成的。你们要相信我，我说的才是真的，我说的才是真的，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相信我呀。怎么就是吧呀，先生？你详细说一下呀！是啊，先生。说一下吧。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吗？解释一下吧。对，您说一下吧。张认输。我不能去张认输。南宫还在等我的好消息呢。你等他就是来呀，先生。先生，你详细说一下呀。是啊，先生。说一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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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一下。你详细说一下呀。是啊，先生。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啊！我告诉你，不可能！我告诉你，顾西城，你给我听好了，你所深爱的未婚妻，她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是谁呀？这谁呀？这是哪位啊？谁啊？对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哎，请问你是哪位啊？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有什么要说的？你知道什么吗？哎，你给我们说两句吧。你是谁啊？跟我说一下吧。你说两句。我们不要再继续下去了，都是我做的，是我的错，
让我一个人承担。南宫小姐，你到底做了什么呀？你做什么呀？你说一下。不是的，你做了什么？不是的，你做了什么？不是这样的。你说明一下吗？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是我做的。说一下。不是的，是我做的，是我做的，和他无关，和他无关。不是啊，他在说什么呀？涉及陷害顾总的未婚妻，差点害他出危险，以及刚刚我所说的那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做的，都是我做的，和他无关，和他无关。什么事情是你做的？南宫小姐，你一点都不对啊！你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吗？南宫小姐，你说了说的。南宫小姐，不要为难他，你什么都不知道吗？不要为难他。不是，不要为难他，你们不要为难他。不要，小姐，真的不知情吗？我现在就去负责。你想要负责？我负责。你想要我现在就去负责。我负责，我负责，我负责。说一下吧，不要，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这么说。完了。贺锦熙，西西，我看你现在过得很不错嘛。你在哪儿？妈妈呢？妈妈对你来说还重要吗？我看你现在过得乐不思蜀的样子，都快把我们忘了吧。贺锦熙，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你确定你敢跟我当面聊吗？只要我出现的地方，你就会失去一切。苏妍希，苏妍希，贺锦熙，你的脸整容失败，做了个修复，幸好这张脸还算不错。妈妈呢？不要着急，先借给我300万，我有急用。我哪有那么多钱啊？你不是问西城要了一笔钱吗？怎么那么快就败光了？做生意有赔有赚很正常，你没钱就去跟顾西城要啊。妈妈呢？不用担心妈妈，她的手术很成功，现在在国外恢复得很好。怎么样？放心了？那赶紧去找顾西城要钱啊！贺锦熙，你别太过分了。少说废话！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找顾西城要来300万，你就有机会见妈妈。要是拿不到钱的话，贺锦熙，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一下。我等你的好消息。套间。好的，请稍等。不好意思，您的信用卡支付失败，请问您是不是要更换一下支付方式？不可能，我回国之前明明已经全部还款解冻了。再试。好的，请您稍等。喂，贺锦熙小姐，由于您个人征信出现严重问题，银行已将您名下所有信用卡冻结，请您于近期携带个人证件来我行办理。冻结？你们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凭什么说我征信有问题？喂，不好意思，还是不行。再试。好的，您稍等。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住就不住！我告诉你们，我有的是地方住。喂，亲爱的，我今天刚从国外回来，
晚上能不能住你家啊？喂，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以前一口一个锦溪姐叫的多好听啊，现在呢，通通的不见人影。凭什么苏妍希可以这么舒服的住在顾家？这一切本来都应该是属于我的。怎么了？西城，我有话想跟你说。你说。其实，西城、锦溪、梅姨，您怎么回来了？奶奶呢？老夫人也回来了。最近老夫人身体啊很不错，心情也好，正和我商量着去国外玩一趟。这不是出发前过来看看你们俩。哎，对了，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没什么。哦，对了，锦溪小姐，你有个亲戚过来了，正陪着老夫人聊天呢。亲戚啊，走吧。走吧。老夫人，您真是太可爱了。老夫人，他们回来了。啊，锦溪，这位是？锦溪，好久不见，我好想你啊。锦溪、西城，上奶奶这儿坐。去吧。来来来，奶奶一直住疗养院，怪闷的，一点意思都没有。锦溪，奶奶都想你了。奶奶，锦溪，看到你现在过得那么幸福，我也替你高兴。这位就是锦溪的未婚夫吧？正式介绍一下，我是锦溪的表姐苏妍希。锦溪，我突然过来，你不会怪我吧？不会。顾西城和苏妍希竟然不同床，如果真的是感情如胶似漆，又怎么会不同床？还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隐情？如果他们之间有很多问题，那我如果想抓住顾西城，岂不是机会更大了？
你们不是去看望病人了吗？啊，刚从疗养院出来的时候啊，锦溪她非要拉着我给我买东西，说是看我可怜，想对我好一点，对吧，锦溪？刚刚回来的时候呀，你说有样很重要的东西要物归原主。物归原主？对啊，天使之泪。那是我妈妈的东西，以前你觉得喜欢就拿走了。那个时候你还小，不懂事。不过现在，我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应该物归原主了。那个项链不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吗？什么呀？锦溪说那是她的东西了吗？估计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吧。西西，这到底怎么回事？锦溪，你也想看到项链再回到我手里的，对吧？对，那条项链是苏妍希的，我现在就回房拿给你，满意了吗？对不起啊，西城，可能我不应该要回我妈妈的东西吧。苏妍希，你还挺会装可怜，得想个办法让你有口难言。天使之泪呢？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拿走，我希望你能珍惜一点。一条破项链，有什么好珍惜的？我就是不爽，凭什么这些好东西都在你手里？何锦溪，你别太过分了。这就过分了。苏妍希，我告诉你，你手里的东西，我要一点一点的全都抢过来。好了，你走吧。锦溪，锦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刚从疗养院出来的时候啊，锦溪她非要拉着我给我买东西，说是看我可怜，想对我好一点。顾总，我可以叫你西城吗？有什么事进来再说吧。不用，就在这说吧。今天你和西西逛街了？对啊，回来的时候不都跟你说了吗？我知道你现在手头紧，西西也不喜欢向我开口，她只会默默的承受。如果你以后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说。你是她的表姐，也是我顾家的客人。你的要求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为了西西，我都会满足你。我要说的就这些。
凭什么所有人都只关心和爱护苏妍希？凭什么？何锦熙，你要相信你自己。你从小就比他努力，比他聪明。他苏妍希能做到的，你只会做得比他更好。你到底要怎样做才肯收手啊？你把妈妈还给我好吗？很简单。第一，从顾西城那里拿到300万。还有第二？第二嘛，就是顾西城现在对我成见太深了，我不希望在他心里是这个形象。我要跟他单独吃个饭，你安排一下。你别做梦了。我是不会替你做这种安排的。这么无情啊？那你就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妈妈了。你别再拿妈妈威胁我，我是绝对不会为了你去做这种没有底线还伤害别人的事情。好啊，不过我也把话说在前头，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3天，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如果我不能拿到300万，如果我不能单独跟顾西城一起吃饭，那么我就到所有人面前拆穿你的真面目，并且我还会把妈妈带走，让你永远都见不到她。何锦熙，你别太过分了。过不过分的，就看你的表现了。3天，你只有3天的时间。西城，我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见到妈妈，也不伤害你？喂啊，西西，我们找到阿姨了。真的？是司徒通过贺锦熙的打车订单，拼接出了他今天去过的几个地方，发现他的订单连接起来就在远郊的疗养院。我们已经查到电话打过去了，疗养院确定阿姨就住在那里。真的？妈妈就在那里吗？你快点悄悄溜出来，我们在疗养院门口等着你。好。西城，对不起。那先这样，有消息再联络。西西，西西，西西。妈，西西，是你姐姐带你来的吗？妈，身体恢复的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手术做的特别成功，恢复的也特别好。哎，我已经能下地走了。哎，别！哎，来，就是医生啊，让我多卧床休养。这次啊，多亏了锦溪。妈，安安在帮你办出院手续，一会儿我们就走。妍希啊，你和锦溪怎么了？我问了他很多次，他就是不肯告诉我，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了？妈，其中的事情我以后再跟你说啊。阿姨，哎，阿姨，别说了，先上来吧。是啊，阿姨，西西，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走吧。来，阿姨，小心一点啊！来，当心点，坐这儿。好，慢点。苏妍希。
西西，西西，你睡了吗？怎么这么早就睡了？锦溪啊，你回来了。苏妍希，你想干什么？谁允许你来见妈妈的？还敢把她带走？贺锦溪，你干什么？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拦我？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一直欺负西西不说，怎么现在还想动手打我啊？我告诉你啊，你待会儿胳膊腿折了，别说我没警告你，你动我一下试试。你贺小姐，你是没长嘴吗？不会好好讲话吗？都欺负我一个人是吗？苏妍希，你现在长本事了呀，居然找了一群帮手。从下午顾西城那场饭局就是个鸿门宴吧？你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找线索，所以找到这里来是吗？是啊，我就是故意骗你去吃饭，拿你的手机查了妈妈在哪儿，怎么了？你把妈妈带走大半年了，一通电话都不给我打。我现在找到妈妈，我就要带她走。你不要忘了，她的医疗费是我出的，在国外陪她动手术的人也是我，而你只会眼睁睁的看着她去送死。你的钱都是骗来的，那又怎么样？我从顾西城那里拿钱，让你不满意了是吗？你别忘了，骗他的人不是我，是你。西西，西西，老大，来，西西。西城，你的西西，他欺负我，他骗我，还打我，还要把我的妈妈也抢走。西城，你是谁？你到底是谁？西城，我是……她是苏妍希，我才是贺锦熙。什么？她的名字叫苏妍希，我的名字叫贺锦熙。我们两个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就在半年以前，我的脸还跟她长得一模一样。可是后来因为一场事故，我做了个修复。但是跟你签约的人是我，不是他。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冒用了我的名义，来到你的身边，不是吗？还诱惑你，让你爱上了他。现在，他不仅骗取了你的信任，还觊觎你的家产，就连我唯一的妈妈也要抢走。不是，她不仅仅是一个骗子。她是一个特别坏的女人。贺锦熙，你别给我胡说八道，给我闭嘴！西城，不是这样的。西城，不是这样的。西城，西城，你听我解释啊！安安帮我照顾妈妈。贺锦熙，你别碰阿姨，你给我滚开！你才给我滚开！闭嘴！谁都不能碰阿姨，直到苏妍希和老大回来。贺锦熙，你要再敢碰阿姨一下，我就报警。你们，阿姨，阿姨，你没事吧？西城，西城，你等等我。西城，西城，你等等我。顾西城，顾西城，你等等我。顾西城，顾西城，顾西城，我求你听我说两句。好，你说，我听着。刚刚
刚刚我……你不知道怎么说的话，那我来问你，刚才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你的真名叫苏妍希，而不是叫贺锦熙。她真的是你的双胞胎姐妹，曾经和你长得一模一样。那和我签订契约的人，不是你。所以你真的骗了我，你冒用他的性命来到我身边，真的是为了拿走那一大笔契约金来给你妈治病是吗？不是的，西城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为什么？好，我再问你，为什么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告诉我？如果你冒用他的性命来顾家，来到我身边，是有苦衷，是有理由的话，那么你这个姐姐来到顾家的时候，威胁你，跟你提出要求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难道我在你心里面是这么不值得你依靠、不值得你信任和不值得你坦白的人是吗？不是的，西城，你听我解释，我没有办法。还是说，在你心里面，连对我的感情也是假的？怎么可能？那你告诉我，从来没有骗过我，你爱我？西城，不，西城，我对你太失望了。顾西城，你别跟过来，我不想再看到你了。老大，老大，老大，我认错，对不起，我认罚，你罚我全年奖金、薪水都可以，怎么都行。你觉得这是罚薪水的事情吗？我知道和薪水和公司没关系，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安安和苏妍希让我保密，我也怕告诉你你接受不了，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讲。那你去选择你信任的人吧。你不能吃这些药。司徒说，你别以为你们很了解我就可以控制我，那么当初就别把他送到我身边，让他欺骗我。顾西城，你清醒一点，他做的一切都是被逼的，他不是真心想骗你。但他明明知道我爱他，可他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瞒着我？如果他真的爱我的话，那就应该向我来坦白，但他并没有，并没有。是，他做错了，他没跟你讲，但你想过为什么吗？他怕跟你讲了你接受不了，他也怕失去你。他做的一切都是被逼迫的，他苏妍希绝不是一个因为钱才跟你在一起的人。西城，
你甘心放弃吗？妈，你醒了？有没有好一点？我帮你去叫医生啊。西西啊，妈妈没事的。你怎么样？你姐姐又为难你了吗？妈，我找到你了，身边也有朋友帮忙，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放心，等你好一点了，我就带你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西西啊，你带妈妈走了，那天那个喜欢你的孩子呢？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天来的那个男孩，他是喜欢你的，对吗？你们怎么了？难道你们分手了？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妈妈没有教导好锦溪，总是让他欺负你。不是的，现在害他连你喜欢的人都不能在一起。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的错，妈妈让你受苦了。喂，西城，你怎么主动打给我呀？我还以为以后再也接不到你的电话了。你在哪儿？我在家呢，不过正好要出门。你想见我吗？那不然我不出去了，或者来花园找我，我给你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我过去恐怕得……喂，喂。他这是什么意思？要找我兴师问罪？难道他跟苏妍希那个丫头和好了？不可能，去就去，谁怕谁？贺锦溪小姐，既然来了，坐下聊聊吧。站住！贺锦溪，是贺锦溪吗？来，转过来我看看。啊？
你脸怎么了？你这么长时间不联系我，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你说什么？我不认识。我是你爹，你不认识我？来看看我是谁？来看看我是谁？仔细看看啊！我早就和你们断绝关系了。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家人。我姐姐，我打！够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恩怨，但这里是我的办公室，最好不要闹出什么不应该出现的事情。贺总，你先回避一下。好。你等着我啊！等着我！哼！撤资？你父亲的公司因为敲诈手段，递交给我们的所有资料都是假的。我就知道这个老东西嘴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至于你，你采用冒名手段和我签订假的合约，我已经把合约交给我的律师，3天之内他会亲手把律师函交到你的手上。顾西城，你敢告我？我当然敢。你采用冒名手段从我这里骗走这么多钱，自己挥霍一空之后，还让别人顶替你的身份替你履约，这在合同法上面已经严重违约，我当然可以追究你的责任，并且按照合同条款10倍赔偿。10倍赔偿？我哪有那么多钱？没有钱赔偿，却有胆子让别人替你履约，自己把钱花完之后，又把所有的责任推在别人身上。顾西城，你今天不是来找我谈判的，你是来找我追究责任的是吗？我真是不明白，苏妍希对你下了什么药，让你这么护着她？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苏妍希到底对你做了什么，让你如此欺负她？我欺负她？你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告诉你，从小到大都是她在伤害我，她在欺负我。妈妈，妈妈，你看，我考试考了，我考了100分。哎呀，我看看，又是100分啊！哎呦，我的妍希最棒了。想吃什么？走，妈妈给你做去啊！走喽！这么棒啊，又是第1名吧？琪琪，给爸爸笑一个。爸爸，我也要拍照。啊，来吧，来吧，一块来。啊，一块给爸爸笑一个啊，笑一个最漂亮的，太漂亮了。哎呀，嘿，哎呀，爸爸，我要看看。你看看，漂不漂亮啊？哎呦，妍希啊，可真漂亮，笑起来呀，超可爱的。振东啊，你这个小女儿可得好好培养培养，长得太漂亮了。谢谢谢谢谢谢。啊，你们拍啊！哎，好好好。哎，你看，都夸我姑娘好看。看，走，赶紧走。妈妈，锦溪，锦溪啊，听话呀！法院把你判给了爸爸，去，快去！好了，干什么？妈妈，我会和妹妹一样听话的，你别不要我，别不要我。妈妈没有不要你，是法院把你判给了爸爸。锦溪，你要照顾好自己。走，哎，你给我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再给我回来了，听见没有？以后你没有妈了，听见没有？走，走。如果当年我不用跟贺振东一起生活，我就不会变成今天的贺锦熙，我不会欠下那么多债，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没有错。如果当年妈妈带走的是我，苏妍希的一切都是我的，她的朋友、工作、人生都应该是我的，包括你。你错了。
就算当年你母亲带走的人是你，你这辈子也无法拥有西西的一切，人生、朋友、工作、爱人，从来都不是因为你是谁就可以拥有的。西西现在的一切，全靠她的真挚、善良和努力换来的，并不是把贺锦熙的名字改成苏妍希，你就可以拥有她的一切。你能成为现在的贺锦熙，只是因为你是贺锦熙。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整理自己的人生，不要再这么荒废了，不然连神仙都救不了你。现在，我可以以西西的名义，借你100万。借？对，因为西西，我可以放你一马。你可以把一半的钱拿去偿还债务，另一半，我希望你可以整理自己的人生，重新开始。所以顾西城，你不告我了？是，但并不是原谅你了，只是因为你是他的亲姐姐。如果你还能心怀善意，去感谢他吧。其实男人有时候一辈子只会把温柔给唯一的一个人看。啊，我用过的。我突然不想让你走了，就算是工作，我也想让你陪着我。加班费。西城，我要走了。我想告诉你，虽然我是代替姐姐才来到你身边，但是我对你的感情一直都是真的。我一直都想把真相告诉你，但是我害怕我会伤害你，会失去你。顾西城，我爱你。你知道呀，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到结束，种一朵花一直都是它慢慢发芽，明明要出发，却又放不下，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再见。人海中穿行，只有你的声音。You are my dream， 走到这里，只差一句你也
You are my dream. 妈，我回来了。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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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了呀？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锦溪，应该不会是。是爸爸。妈，西西，妈妈心情不好，想出去走走。你到银沙滩海边来找我吧。银沙滩。妈，妈，去哪儿了？妈！西西，我回来了。对不起，为了把你调研的西岩系列推广上市，我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现在他们已经上市了，经历磨练，我终于可以来见你了。西岩不是我的功劳，是你和公司的。是我们，西岩是你，也是我。分开这么久，你想清楚了吗？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不管曾经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来到我身边，我对你的感情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些而变过。你说过，一直相信我的，所以这一次，也请你相信我，我爱你。可当初是我和姐姐一起骗了你，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是我伤害你那么久。不是的，我们会在一起从来都不是因为你姐姐，是我们先相遇的，不是吗？那个十字路口。而且你不是告诉吴都佑，你依然爱我吗？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就是他，我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啊。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初你一定要拍回那条天使之泪的项链。我也知道我为什么会对那条项链这么熟悉了。为什么？你忘了吗，小公主？
下面有请顾西城小朋友上台表演。怎么了，西城？该你上台了。西城，不要怕，你是小男子汉，要勇敢。老师啊，我陪着他。原来你就是那个小男孩。是的，我只不过戒毒了半年就转走了。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依稀记得你似乎姓贺，叫西西。当时我叫贺妍希。西西，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吧，我们重新开始，好吗？不行。为什么？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怕和你在一起会再次伤害你。对不起。哎，快快，西西要走了！你放心，有我司徒硕在，一只蚂蚁都走不了。承认了吧，我就是还会忍不住牵挂，也告诉他，可眼神难说谎。西西，世界能回答，如果你不愿意靠近我，没关系。也许失眠是心动的，那就让我来靠近你吧。你知道呀，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种一朵花，等它慢慢发芽。我顾西城在此郑重其事，我愿意此生娶苏妍希小姐为妻，从此爱她、宠她、敬她、呵护她。不管遇到任何艰难困苦，不管遇到任何风险危机，我都会把她捧在掌心，视为自己的生命，从此与她海角天涯，永不分离。西西，你愿意原谅我吗？你愿意原谅我吗？顾西城，我愿意，我愿意。说什么情话，种一朵花，等它慢慢发芽。明明要出发，却又放不下，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人海中穿行，只有你的声音。You are my dream， 走到这里，只差一句你也愿意。你看见了吗？嗯哼。你干什么？ 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
哎，你别跟我来这套！哎，我不许跪，不许开，不许叫！哎，你看看呗，我的比他的大。哎，哎呀，见到你真高兴啊！是的，以后常来啊。哎，你们这些孩子啊，哎呀，都挺乖的啊。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啊？是吧，亲家母？老夫人，您看着安排就行，一切都听您的。好，那就明天立刻。奶奶，我同意。哦，打我呀！讨厌你！西西，你不是吧？又迟到了。我离西安就2条街了，可是顾西城说，如果我差了1分钟，我就拿不到西安系列的推广了。拿不到，那他让你做什么？回家做坏人的老板娘。苏妍希，倔强。来不及了，红灯。为什么每次遇见你都会莫名愉快，赶走阴霾？西城，又迟到了。没办法了，你是拿不到西安的退款，所以你只能跟我回家做我的胡太太了。这幸福一遍一遍跟着海风吹来，一层一层好像浪花展开，好险我就要对你告白。怎么办？扑通扑通跳着心动节拍，晃悠晃悠走过。